哇，这个风特别大。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灯光，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特别像一个时空穿梭的这个隧道啊？很漂亮啊！幸好我外衣穿着了，要是没有穿外衣的话，这里面有点冷哦。啊，没有走多远就走出来了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经过刚才的那种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呢，我们来到了富川县黄都镇的大竹村。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寨啊，据说有的木房呢都已经超过了200年。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耶，说你们这去做啷个的呀？这里你们这里才了？你们这是大竹村哈？啊，从最老的房子在哪里嘞？在哪里呢？左手上去哈。所以那个房子长得很了哇，几百年了咯。是几百年了哈。你指我让我去看下呢？你们这全部都是这种白房子哈？啊，全部是。真一呢？啊，也不远，也近那个。这些房子看起好矮哟，你们这边？你们这边这些卖房子看起矮哟。也都有卖房有砖房。好吧，有好多房子都在没人住的哟。打工去了。打工去了哈。耶，你们这里不是要说要开发的吗？哈哈哈。这个这样嘛，说是最老板。这像是最老的房子。哦，它有那个历史故事啊，晓不得？这头尾有个太阳。头尾有个太阳。香河板，它跟香河板是太阳啊，香河板的天花板是雕，它的香河是用雕工雕的。香河是用雕工雕的，它太阳是啷个意思啊？它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这边就是太阳，我那头那个有个月亮，这个2年火烧那个月亮，就是烧了这个太阳。月亮都烧了，对面的房子都烧了是吧？房子烧了。它太阳月亮的意思就是香河是像个太阳是吧？他就是说那边这里是太阳，那边就是月亮。我们都搞不清楚，搞不懂。主要是那个意思哦。搞不懂啊，我们都搞不懂。他就说的这边是太阳，那边是月亮。它这个整个村庄呢，这一栋房子是最老的，大概已经超过了200年。也就是说，像它这样的木房子的话，这一栋
是最多柱头的，它是9排柱头。大家看哈，这边是第一排，这里第2排，然后我们过来，这里第3排，这里第4排，这里第5排，看到没有？这里第5排，然后这里第6排，这里第7排，这里第8排，然后里边还有1排，也就是说，它这个整个房子是9排柱头啊，也是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木房子啊。9排柱头呢，就是按这个2排柱头之间是1间房子呢，它都是8间啊，也是我目前见到的木房子最长的木房子啊。然后而且两边都还有这样的厢房，那么下边它是浏览猪圈，上边是住人的，它的左右都有厢房，非常大的一个木房子，而且这个木房子有200多年。那么刚刚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啊，他这个堂屋的这个香火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太阳，而且有非常精美的那种雕花。那么对面呢有一户木房子呢，它正好对应的是月亮，所以它这边呢是太阳，对面呢是月亮。就是62年的时候呢，对面那个月亮的房子呢给烧掉了，但是这里呢还保留了下来啊。这个房子已经是200多年了。
大概几公里到里面啊？5公里啊。天气晴就好了。哎呀，这个10月份买不上。国庆节怎么样？人多吗？国庆节可以，还可以啊。这一个全部以前这个地把那个洪水的全部冲垮了。哦，这里本来是一个景点的。这一片往前面全部冲死水土了。啊，都是景点。这个石头量这么大都冲上了。哦，太吓人了。那涨水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淹到这个路面了？淹到这一个全部安全了。哦，这个山大了就是这么吓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赤水市的梭罗树景区，这边真的是一进来之后非常非常的漂亮，直接就是把我震撼到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侏罗纪公园呢，这个地方基本上算是真实的还原了那种场景啊。那边的梭罗树也是非常非常多，被称为呢中国的侏罗纪公园，非常的震撼。你到这儿之后跟看别的风景完全是两样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门票也不贵啊，它17块钱的门票，然后再加上25块钱的观光游览车，大概从景区门口进来呢，就是5、6公里到这儿了哈。现在呢，我要步行进入这个梭罗树里面的景区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篮竹有多粗，我这个手放在这儿啊，这个。感觉这个篮竹都是可以拿来做那个柱头的感觉。它这些植物，很多植物呢都是比较珍贵的一些植物啊，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当然，主要的呢还是以这个篮竹为主啊。那么像这棵就是梭罗。在1亿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哈，跟恐龙呢是处在同一时代。那么它还可以药用，也具有很好的这种观赏价值，而且呢还称为这个植物中的这种活化石啊，非常的漂亮。我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梭罗树啊，很多啊，像这个峡谷进去的话会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梭罗树。那么由于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呢，也遭到了一些破坏，然后呢，分布呢也大量的在缩水，现在呢已经是国家的2级保护植物了哈。而且整个赤水这边的所有景区呢，它被称为这个世界性的遗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边的美景，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啊！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现在呢，我已经步行到这个最上面这个位置了。它到这个位置呢，就不能再往前通行了哈。这个地方呢，就叫做七级瀑布，也非常漂亮。可能天气晴的话会好看一点哈。现在呢，因为是下雨呢，整个这个山谷里边都是雾蒙蒙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拍不出那种效果，因为它整个这个七级瀑布的上面很多树都是盖起来的，无人机呢也没有办法施展，我就只能用这个镜头给大家。拍一拍吧。
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是自己来玩呢，你只能说看看风景，看看梭罗树，看看这个峡谷的风光，看看瀑布，是吧？但是其中很多一些有故事的东西呢，咱是没法了解的，是不是啊？你也没有那个心思去了解这个东西。它这个景区呢，它有这个解说，但是价格呢好像是从100块到400块不等吧。就是分为什么好几种解说吧，中级的、高级的等等。如果说朋友们来这个地方玩，不管说你到这个地方玩还是去其他的景区啊，我觉得如果说人多的话，比如说有3、5个人一起的话，我还是建议什么呢？请一个解说吧。你像我来吧，我不就看看这里的风景吗？但是呢，它其中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他们的一些传说呀等等，你啥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来看一看景，我觉得意义不大啊。而且呢，你要花几十块钱的门票，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以后到这儿来，或者说到别的景区去玩呢，你都还是那个3、5个人一起，是吧？然后再请一个当地的解说员去把里面所有的东西跟你讲一遍啊，听得也比较轻松。然后呢，也不用自己费脑子去搞什么这个攻略呀，或者说慢慢去查什么资料啊。哎呀，我觉得上班都够累的了，还要费那么多心思干嘛？大家说是不是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贵州毕节市的大方县，现在身处于一片森林之中哈。我身后这些柴呢，就是用来种植天麻的。你们看到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山上面呢，全部都是种植的天麻。大方的天麻呢，因为种植在森林之中哈，天麻树的含量非常高，所以又有中国天麻看贵州，贵州天麻看大方之说。那么大方天麻呢，在明代开始啊，就进贡皇室，至今呢也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方这边的整个这些山本啊，它都是这种大丘陵的这个状况，也就是山脚到山顶的这个高差呢，大概都是100-200米。那么我们的天麻呢，就非常适合在1600到1800的这个海拔去生长。那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山的这个山脚下呢，差不多就是1600。还有就是大方这边呢，可以说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整个全年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1.8度，一整年的无霜期呢有257天，然后整年的这个雾天呢大概有160天左右，差不多有一半的天气呢都是云雾笼罩在这个山上边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气候以及地理位置环境呢，造就了大方的独特的这个气候，特别适合天麻的种植。所以就是我们开头讲的，为什么大方的天麻称为中国天麻之乡呢？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地理环境优势所决定的。那么这些柴呢，就是用来种植天麻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大多数呢都是这个青冈柴。那我种植天麻的时候呢，就是用青冈柴加上灭环菌，出菌丝之后呢，然后再跟天麻一块种。那么为什么说天麻是要种植在林下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整个森林之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些树叶，对吧？秋季的时候就变黄，还有下边的一些杂草，这个叶子落下来之后呢，就会腐烂，腐烂完了呢，包括我们种植天麻的这些林子里面呢，它的泥色呢都是偏黑色的，而这种颜色呢，它就是那种一些叶子，包括一些杂草腐烂之后呢，夹在土地里面啊，出现了这么一种土质。所以说呢，它的天麻种植呢，完全是仿野生状态下种植。大家知道我们的野生天麻也是生长在这个林中，对吧？那么现在的这种种植方式呢，整体来说都是仿野生的种植方式。我知道外省有非常多的一些地方，它就直接种植在土里面。那么种在土里面，你肯定是没有种植在森林之中好，因为整个森林之中它的这个土壤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的有机矿物质各方面的营养都要比这个纯土地上要好得多。所以这也就是说，大方天麻为什么好，为什么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方天麻呢，在2008年呢就被评为了中国天麻之乡，同年10月份呢被国家质检总局呢授予了国家地理标识产品的称号。
很多人也想知道天麻到底是怎么种的，下面呢就跟大家简单讲一讲用天麻块茎来做无性繁殖的栽培方法。用这种方法呢，繁殖周期短，见效快，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前提是需要提前8个月左右购买灭环菌的菌种，并把菌材和菌种放在一起，让菌材长满灭环菌菌丝。一般菌材呢，选用阔叶树的木材作为菌材。种植天麻的土壤应选择透气性强的沙砾土和沙质土壤或腐殖土。土壤的 pH 值呢5到6为宜，切忌重茬。天麻对于土壤湿度要求较高，一般常年要保持 50% 以上的湿度，但是呢，过于潮湿也不利于天麻的生长。生产上多选择中小白麻作为播种材料，重量呢在 2.5 到20克之间。用于播种的天麻应储藏在凉爽的地方。播种时，种麻靠近菌材摆放，用种量呢平均每平方米约40到50个米麻和白麻种。建议呢用林带有性杂交天麻种植栽培效果最好。每年的10月至来年5月呢为种植期。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天麻种植技术相对比较复杂，决定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建议大家如果想试种天麻呢，尽量还是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大家好，我是阿泰尔。我走到这个山脚这里啊，看到这里有2户人家，周围都没有人。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在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的房子。这个左边这里应该是有人的，我们进去了解一下。哇，这是养鸡的吗？在养鸡啊，好像在。有人在家没有？看来是没有人在家呀。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啊，它这个环境位置啊是非常不错的。看一看后面就是山，这个房子的造型。那边那个房子是没住人了，这里呢可能就是有1-2个人住在这里吧。养了这么多鸡，也不知道是搞养殖的呢，还是就老年人在家啊。这个地方就是搞养殖的好地方，这里有水，然后呢它又不存在污染水源，因为这个水可能是从前面什么地方就消下去了。没有人哈，我本来说了解一下，这里没有人，但是它这里不应该这么规划，这看去上面太乱了。位置是非常不错的，坐在这个山宝下面，然后这个左边右边都是这种很大的这种山脉，是吧？然后前面呢就这样对过去的啊，这正好是房子的这个正前方，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地形。这地方造房子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这里呢没有规整好啊，看起来还是比较乱的。大家觉得它这个地形是不是造一栋这个？大家觉得它这个地形是不是造一栋别墅在这里非常合适，是吧？又亲近，然后主要是水源也好啊，想搞什么都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水源，然后它这个相当于左边右边都有水源，知道吧？这边有水源。然后这个房子住在中间，这边也有水源，是吧？特别爽的一个地方。大家觉得这里怎么样呢？我说的是风水这一块哈，还有就是它这个房子的这个坐的这个位置，欢迎大家留言交流啊，我也正好学习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峡谷里边啊，就像是没有人烟的感觉。哇，这里面真的漂亮，朋友们。这个下边还有一条河，是吧？一条小河沟。这个里面的环境真的超漂亮的。
它关键是还有水啊，有山有水。这个公路边上这里就有一条小河沟的，虽然水不大，但是有水嘛，是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水呢，就是差不多从这个位置出来的，再往上走呢就是干的，整个河坝是干的，上面就没水了啊，上面这个河坝里面就看不到水了，那么水就是从这个位置出来，然后一直到下边，看看这儿就挺神奇，这个地方的水就是从这个石缝里面挤出来的，那么上面的水又从上面出来的。你看这儿的水是不是比上面的水位要高一点？所以这边这个水呢，就是从这个石缝里面出来，然后呢又从这个山体下边这样沁出来的。这水应该是可以喝的。现在这里是一个干的河沟，那前面呢还有路一直往前走。我们从外面一路进来，然后中途呢也东一家西一户，住有几家人。那开进来，它差不多已经开了2-3公里了。然后呢，这个风景还是这样子的啊，特别的漂亮啊。基本上呢，这边是很少有外人会到这里边来的啊。因为这个外面进峡谷的路就非常不好走。大家看到我刚才呢是从山上下来的是吧？那条路呢基本上一般呢胆子小的是不敢下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顺着这条河沟呢，它外面有一条路，但是外面有一整段呢它是没有硬化的啊，非铺装路面，所以你走到那儿呢，可能你心里面就有点发怵啊。这边这条河沟它是一个干河沟，下游是有水的，这个上游这儿呢是一条干河沟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如果说真正到夏季涨洪水的时候的话，这个还是蛮恐怖的哈，在这个峡谷里边，这个水是肯定漫过现在我们开的这个公路上面的。所以说真正在这个夏季洪涝的这个季节的话，还是不要贸然的到这种大峡谷里边来啊。我们一直在往里面走吧，再到里面去看看这个公路到底到什么地方，能不能开得出去啊？我估计是开不出去，因为我已经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好像是到前边不远就没有路了。我们懒得来了嘛，就开到这边上去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我车开到这个深山峡谷里面来，这个地方开到头了，上不去了啊！看到没有，上面还有风力发电，然后这儿呢只有一条小道可以往里面走了。这个地方呢，公路开到这个地方呢就到头了。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环境啊，真的是特别漂亮。这个下边呢还有一栋楼房。朋友们，现在我在绥阳这边一个四川的大哥，他从四川开了几百公里的路过来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寻找一个适合搞一点小创业的地方，最好是单纯独户。今天呢，我又带他来几个地方转转吧，因为咱们已经联系有1-2年了，帮他去这个山里走一走转转，看看有没有他合适的。现在我们先去这个无人的村庄看一下。你觉得像这种地方如何啊？这个地方就是全部搬出去那儿的哦。这里就是一个村庄，下边是一个河沟隔断了的，还有包括那边那些都全部搬来的啊。那个国谷那边还有几家房子也都是搬来的，全部都是搬来的。这里没得人来这住的，现在相当于没得人来这住的。但它这个电都是拉过来的，但是别了通电呗，应该是可以通电的。房子的话，这里就是那个房子。房子底下有没人住？没人住的噻。没人住。你找不着就找没人住的嘛。你可以找主人家，如果你看中这个位置，就可以找主人家谈。你看，包括那一条小路，那条小路走到那边去了，你看嘛。你要不要走那边去看下嘛？走。你看这些路
以前的大道啊，那边住的人起码是有几十个人呐、就是他往外面走了，他就往走这条小路啊，或者走那边下河。这个小道跟走崖边小道差不多嘞，下面都陡得很嘞。啊，你看外面不陡吗？幸好是有树，没树的话你走起还眼花嘞。有点害怕。底下这儿那些你看嘛，这些片山哈，如果说你养啊鸡的话，追进来就不管的，他房子就在那点儿。放下就不管。它下边有条河沟隔断，所以这种环境其实是安逸得很的。这边还有几家人，你看这个路，全部都是小路，是不是？所以这种地方那叫你搞规模大点哈，投资大点搞的话，就可能合适。你一个人的话还是挺难搞的，是吧？你以为这个路那么容易啊？这个路是以前你看这些不是挨个打出来的路啊？以前的老百姓他要出山要进山没得办法，所以这些都是一锤锤打的嘞。你看这个矮，他都是拿站子钢枪一锤锤打的嘞。好艰苦。把这个路凿通了，它出得了山了嘛。哎，这个路感觉好像走的人有点多愣耶，是哪家在下面来养羊子了吗？有羊粪。有，他们肯定有人就从外面垒羊子过来这边来养。但是这个山你放心，可以养太多了。这边就是这个样子，这边是大平地嘞。它二的都是老房子呀，那些都是烂了的。你看，都是那边几多元的人，村里面的人垒进就来这边来放。你看这边嘛，这边你要放好多羊子嘛，是不是啊？没得泉水啊，那几个只有河沟下面。有水的话是啷个的？像水这个东西的话，你不用哈，它就慢慢的会消失。这一山上很怪的这个水哈。你要长期去喝它，长期去用它。你不用它，这些山明明以前是有水的，你不用的话，后来就没水的了。奇怪。朋友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牛啊羊啊追到这儿来不用管，前面全部是这个崖壁大山挡住，中间一条河流隔开，这一大片山完全不用管，牛羊追在这里就可以了。当然可能就觉得这里不通公路比较麻烦，再换地方看吧。水流天下归根，一路穷征，请记得我的欢颜。想起来我忘不去你，好年华当有知己。这个地方就确定不行哈，交通不方便。然后你住的地方你必须要重新整。所以要大投资才适合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路边2对这个石木，太重了，不然我把它拉走了，都没人要的。这个对面也有3户房子，有一家人在。同样是中间一条河隔断，那对面那几户人家呢就住在那边一片山。要是没有人的话，这里就合适啊。要是一家都没有，只有一户人的话，就比较合适你了。对，它这个地方如果说只有1户的话，那就住那里就特别好，养殖这个山全部圈起来了，然后下边有一条河就隔断，这个位置不错。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带着这个高大哥到这个四合院这里来了。我们看了2、3个地方，他都不是很满意啊。现在呢是在这个建设村的四合院这边，这些房子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四合院呢就在这个峡谷里边，这里呢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学校，这边他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四合院是要卖的，就是去年的时候。
但是呢，来了好几波人呢都没有谈成哈。他说有些人呢就是乱在讲，然后呢看一下呢谈也不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高大哥呢他是想找一个地方呢，然后自己先做一点小型的养殖啊、种植啊，就是类似于玩玩耍耍的这种心态来做。那么我的意思呢，可能他去看一下四合院合适的话，他可以先和蒋兄谈一下，先租个10年8年的，然后再住个1年2年之后呢，再谈买的问题。因为这个高大哥呢，他也是可以买也可以租的2种形式啊。这里就是四合院哈，如果搞一些小型的养殖的话，比如说养羊的话，就可以将这个羊追到这个后山去啊。后山这些几百亩呢，都是他家的，所以不存在问题哈。直接把那个羊啊、牛啊赶到后山就可以了。非常大的一个大峡谷，几百亩的面积啊。有一位重庆的兄弟，他已经居住在这个四合院这里20多天了。他准备把这里打造成这个网红打卡地哈。朋友们，我们刚从四合院那里出来，现在依然在建设村。然后高哥呢，在这个路边又看到这里有一个独栋的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看一下后面，高山。然后这边呢都是通路的，我们从这个峡谷进来的，这里美景非常漂亮。这个房子也是没人居住，他在里面那里看。然后四合院那里呢，有一个重庆的兄弟在那里，他准备在那里拍摄短视频，然后才开始起步吧，才刚到那里20天左右。那么今天我带着高哥呢看了有4、5个地方，从这个绥阳县，然后再到桐梓县，然后再到这个建设村啊，看了3、4个地方。反正他自己选择嘛，我也没什么时间陪着他，就今天陪他逛1天。因为这个1年多前他就已经联系到我了，然后我觉得今天看的几个地方都可以，但是他自己去选择。他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然后呢稍微种植一点东西，养殖一点东西，都是小东西哈。然后最主要的是要有山林大，像在这些山里面呢，这些单户人家呢，他的山林都比较大啊，随便什么都是100、10亩以上的，因为人烟稀少嘛。我的意思跟他出的点子呢，就是明天呢，他自己再到这个建设村来，到蒋哥的那个四合院啊，跟这个重庆的那个小兄弟那儿住几天，对吧？然后把这个周边的都摸一摸啊，哪里合适呢？再慢慢找，不着急，先在那儿安顿几天就可以啊。希望他在这边能够找到他满意的地方，好吧？今天转了1整天，我们开车行程都是300多公里啊，朋友们，挺累的。他还在这里溜达看，我们这里溜达完了就准备回遵义了从这里回遵义还有60公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朋友们，也祝愿他呢这几个地方他能够物色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一座大山的山顶上，这里的海拔大概1800。然后在对面那个山那里比这里稍微矮一点的地方，发现竟然有木房子，有人在那儿居住啊。然后看到是没有通公路的，特别的神奇啊。我们现在用无人机飞过去探秘一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遵义市播州区平镇葛老竹乡凤凰村的小窝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1000年的古村落。那么怎么证明呢？边上这里呢，就有2棵非常大的红豆沙，被当地人称为1000年夫妻红豆沙。而且呢，前面呢还有一个石头，长得非常像石溪流。这个古村落呢，是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山顶上，正好山顶上一大片的平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古村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从山脚下开车绕了差不多个把小时到这个山顶的。那么整个山顶呢，是一片非常非常平坦的地方啊。那是一个1000年的一个古村落。那么这一片呢，其实山上的这些林子里面呢，都是一些红豆沙树。据说大大小小呢有几百棵的这个红豆沙。现在我们镜头中这一棵就是，当然最大的呢就是这边这2棵啊。那我们再可以看看这边，像这个下边这个土地里啊，还有两三所的这个古墓是吧？包括这些石墙啊，都是看得到非常古老的一个信息啊。那么前面那里还有一个土墙啊，还有一个棱角的一个土墙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看看这2棵呢，就是我们说的1000年的夫妻红豆沙，非常的漂亮啊。树上呢都拴了很多的红布，那就证明经常会有人到这里来看望这2棵1000年红豆沙。那我们走到这儿呢，还是要去打个招呼啊，毕竟1000年的这种古树啊，还是不常见的啊。这2棵红豆沙呢，在我们当地甚至说外面都非常非常的出名啊。大家看看这个树上挂了那么多的一个红布呢，大家就知道了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牌匾啊，那么这里是写着的，字都看得不太清楚了啊。1000年夫妻红豆沙。为什么大家形容这2棵树是1000年夫妻红豆沙呢？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整个树梢，它的这个枝丫呀都是相互扭缠在一起的。还有呢，就是这里有2颗藤，看到没有？以前呢，这里是有2颗血藤缠绕上去的。那么现在呢，那颗血藤是干掉了哈，这边干掉了。但是呢，这里有一颗这个野葡萄是吧？大家可以看看这棵葡萄树呢，长到这个位置呢就分叉了。那它就分叉成2颗这个树藤上去啊。这2棵树藤上去呢，上面的一个枝丫呢，全部都是相互的把这2棵树缠绕在一起，看到没有？非常的形象哈。我告诉大家啊，为什么叫夫妻红豆沙？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就能够区别出来。左边这一颗呢，它是没有果子的，那么右边这一颗呢，上面结了很多的红豆沙果。啊，这边这一颗上呢，它是没有结这个红豆沙果的，是吧？那么这边这一颗呢，就是结有红豆沙果，你们可以看看啊。在外边来了。好，这里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红豆沙果，看到没有？这个果子非常非常漂亮。那边呢就是红豆沙树，然后这个位置呢有一只石头长得特别像犀牛，大家看看，是吧？特别像，有耳朵，有腿，两边都是有腿的，是吧？然后有眼睛。他这个地方呢，就是主人住在这里的一个主人家，他说的，这里面本来之前是一个包的，然后这个包呢被抠掉了，所以他就用水泥搞了这2个哈，所以看的上面的牛角呢就有点像水牛，实际上这个整个形状呢是像犀牛的哈，是不是特别的形象？这个村庄呢，不管是看到这个古木房，包括这里1000年的夫妻红豆沙，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石犀牛，是吧？都预示着这个地方的神秘感。而且它整个地方的地形呢，从山脚下一直走这个盘山路上来之后呢，整个这一片都是非常平坦的一个地段。那么再往后面呢，又有一个背脊的这个山延伸到前面去，所以说整个地形非常神秘啊。整个这个古村落呢，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户在这里了，就是大多数人呢都不在这里居住了。但是这一片呢是非常有可能成为那种旅游区，
就是这2棵千年夫妻红豆沙，其实是非常出名的哈，在当地包括甚至说外省的很多朋友都知道，经常会有人慕名而来到这里来看这2棵千年夫妻红豆沙，因为真的是特别的形象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枝头上，它2棵树都是缠绕在一起，而且还有一棵野葡萄藤呢，它也是分叉成2股，然后上去呢又把上面的树梢缠在一起。以前还有一棵非常大的一个雪藤，它也是2棵，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哈。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左边这一棵树呢，它是没有果子的，是吧？那右边一棵树呢又有果子。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住在这里的这户人家呢，我其实教他表述的是吧？其实他还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但是呢，我们在视频上呢就不能说这些事情了哈。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村寨啊。虽然说现在没有多少人住在这里了，但是依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些居住的一些痕迹哈。所以说，如果说喜欢古遗迹的一些朋友呢，其实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来研究研究哈。因为整个村落的这个整个位置啊，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感谢朋友们观看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广西的大山深处，在这个大山里啊，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地质奇观。你们看到了这样的奇观啊，都不得不称奇。我们来看一下哈，整个中间这个水塘的周围全是这样的悬崖峭壁所包裹住，
成一个长条形状啊，这个水啊绿的真的是让人发慌啊，感觉是深不见底，深到地球的中央去，是吧？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鱼啊，听说有大鱼，你看他们还有一个小船放在这里，这里还有渔网，所以证明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鱼。那么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呀，这个水感觉有几十米深，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到过水底，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的水是非常非常的深的。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哈，这里是一个大弄，它整个上面呢是平坦的土地，只有这里呢凹陷下来一个水坑，而且这个水坑的整个四周都是岩壁，就是以前的那种海底世界的感觉。我们从空中视角看，这个地方恰是一只地球之眼，望向苍穹。这是一只蓝眼睛，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大家好，我是阿泰啊。今天从这个城里面回农村了，然后这一次出去在外面待了差不多1个星期，到处去转了一转啊。今天回来之后呢，发现我们这里这一段路啊，垮了一些泥巴下来，上面车子开不过来，现在扛着锄头去把它清理一下。1个星期没有回来，然后发现这个山上的这些绿植啊，又长茂盛了不少，很多树都已经发芽了。这个前2天好像雨下的比较大，然后这里呢本来是前一段时间就垮了这些下来，但是呢也没有用挖挖机清理啊，因为这里呢是2家土的这个边界。上面那一排杜仲，上面是一家，下面是我家的，所以呢，他这个没有来测量呢，就没有随便去动了，因为这个是需要测量，把这个土地是多少要算一下的，因为我们这边修高速路嘛，这些地方是要征用的哈，如果说挖了路垮下来的话，要征用的。哇，这个我感觉是前2天是下大雨了。看一看这些地方都是有那个很多水的这个痕迹，否则它也不可能垮下来。这个土完全没有结构，所以挖了这么高之后，基本上上面会要垮很多下来，而且会持续垮2、3年啊。先给它清理一下吧，我车能开过来就好了。大亮，你在做吗？他们这个来量了没得？没量，那个这2根杜仲老爸要下来喽。啊，我就在来帮我挖下呀。杜仲我跟你整在一头噻，杜仲整在一头，我让他新条路好过去。他没有来给你看的话，那个整不能整甩。嗯，是啊，这些块都要早收下来哟，你看他一头还早收下来哟。啊，他来量了之后，明早来给你量啊。你不量的话，关键在你在场这2根杜仲如果要垮下来，就没得边在的嘞。他来现在来量嘛，这个杜仲还是边在了嘛。是吧？等下那根垮下来了，还没边在的没得了，就不好量的。料他这全部都说了哦，那都说完了，他这个沙土啊，他没有结构捏的呀，他雨大了就冲下来。
它池塘这个没得关系，它还有水呀、你们到这里有桂花子啊？那你这个也要算的，这个是要算的这个。那你要给它放呢？那为什么它桂花树已经垮下来起来了？哎，清理一下这个，我这个车能开过去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看这里一排都是杜仲，是我姑家的。然后，因为跟他们这个土是边界嘛，所以现在要赶紧来量一下。那个杜仲那个位置是边界嘛，如果不来量的话，估计那个位置可能就这2天就垮下来，那垮下来就找不到这个土的这个边界了。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家来一趟可以的哈，那点土垮下来，可能又要挣几千块钱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四川古蔺县杨柳坝的一个深山里边，在这个深山里呢，发现一座古桥，据说修建于清代年间，至今也有300多年历史啊。而这座古桥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啊，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座石桥呢，是用当地的青石来建造的，从桥面到下面谷底水面的距离呢有40多米啊，所以说站在上边呢会让人感觉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两岸呢是建在石岩的这个峭壁的地方哈，所以整个桥墩下面是非常的结实。这座桥呢，据说是当地的严氏始祖带头修建的，因为他们当地的严氏始祖呢，他把老房子呢修在了这个桥的边上，所以呢不太方便，所以他就城头呢修建了这个桥，一呢是解决这个交通便利，二来是关闭水口，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他们这个当地风水的九曲水的这个水口，为了避水口啊，严氏一族呢才能兴旺发达。那这个桥洞的中间的位置呢，用铁链挂着一把斩龙剑啊，长有1米多啊，重呢大概有10来斤重啊，距今也有300多年哈，看去锈迹斑斑，但是依然悬挂在这个桥的下中央，看去确实蛮震撼的哈。这个地方呢，据说还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古蔺县城北面的教子顶啊，也是山，但是我不清楚是哪一个山。那么沿着山势而下，好像一条巨龙，蜿蜒曲折，左弯右绕，起起伏伏，约行5公里呢，最后结成一个大约1平方公里的大山包，也就是我们桥后山的这个山包啊。因为严氏和陈氏入川，以及各代的祖坟呢，均葬于此山的周围，那么所以呢，人们又称这个地方叫做大坟包。在大坟包脚下呢，就是这一座最古老的这个古桥。这个桥呢，建于大清康熙中期啊，距今呢已经有300多年啊。而这个地方的水呢是九曲水，那么流到这个桥的位置呢，又称为九曲水口，所以在这个地方修了一座桥。所以说这个桥的这个故事还是蛮深刻久远的。那大家看看这个地形，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呢？而且桥下悬挂着一把剑，也是非常的奇特。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桥的桥头呢，这2个石柱子上呢写有文字哈，这边呢叫做纯武大桥，然后
这一侧呢写有九渠水口，大家看一下九渠水口，也就是说这个桥下的水上游呢是弯弯曲曲的，被称为九渠水。那么水流到这儿呢，这儿就是九渠水的水口。那么身后这一片大山呢，1公里左右一个大包，也就是从来龙接穴，在这个地方接了穴之后呢，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叫做九渠水口。那修这座桥的目的呢，为了在这个地方锁住水口。所以说大家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智慧，是吧？连5公里的龙脉呢，他们都能够清晰的找出来，在这个地方接穴。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深山里边，有没有看到我这里有一条小道，一直到这个山下，看去好像没有多少人走路哈。然后呢，这个山谷下边呢是有一条河流的，我们现在步行下去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居住在这个下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条羊肠小道，一直往山谷下边走的。那么看这个模样呢，之前是准备修公路的是吧？这个边上呢都有挖过，有挖挖机挖过啊，但是最终这个路面好像没有成型。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居住的话，应该会修的。可能就是我猜测呀哈，有可能下边的人都已经搬出来了吧？我们下去看一看下边有没有人哈。哇，这里真的看到有房子啊！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啊，特别的舒服。只不过现在呢，都是一些荒宅了哈，没有人居住了。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的那种石磨，看看。这个房子修的还是非常复古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这一片都是石墙，是吧？石头来切的房子。它这个地方呢是不通公路的，那些红砖呢都是他们自己烧的啊，肯定是自己烧的。那这边呢已经是有护栏拦着的，没有人居住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环境非常好啊，后面是一座山是吧？它也不是那种特别陡峭的，整个左侧右侧都是有山的。哎，有没有这种左青龙右北虎的感觉？大家看这边是一个山峦，然后再转过来呢，这边也是一条山脉是吧？它是2条山脉垂直向下的。然后这个房子的坐的位置呢非常的洋气啊，正好坐在这个中间比较平的这个位置。然后它的正前方呢有很多的竹林，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竹林。那正下方下去呢是有一条河流的，非常大的一条河流啊。这种地方大家看看，就是非常适合隐居的一个地方，漂亮得很啊。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遵义市汇川区三盆镇建坝村的深山里边。那么在这个下边的这个半山腰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洞穴，每天呢不定时的冒水，大多数时候呢是一天冒3次水。所以说当地村民呢就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山涨水啊，特别奇特的一个地质奇观。那我其实也来过几次啊，但是呢只看到了1次冒水出来，所以说其实想看到还挺难的啊。大概呢就在我们镜头中央的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夏天，然后整个山上呢都是绿油油的，非常的漂亮哈。如果朋友们也想看这么一个奇观呢，其实也可以来这里看一下。像这个位置呢都会冒水的，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这里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冒水出来，应该冒出来过了，看一下，哎呀，就从这个洞穴里边冒出来。早上是
肯定冒出来过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流过的痕迹。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洞穴的位置啊。那么这会儿的时间是上午10点半啊，我也不知道要等到多久才能等到水出来。我把三脚架呢架在了这个位置啊，那就慢慢的等就好了。这里呢就是后边的高山啊，有很多朋友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人工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人工的吧，对吧？后面都是山。然后这个下边呢也是一个山，那么从这里流下去呢，下边是一条河流啊，下边是一条河流。之前来呢没有上边这个棚啊，这个呢应该是当地的朋友为了方便来参观的一些朋友们休息啊，因为在这里呢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在这里搭了这么一个棚子，然后下边呢放了好多的这个小木板凳了。我觉得他们当地人真的是非常有心啊，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了哈，我喊一下，龙王爷，我口渴了，放点水出来喝吧，谢谢啊。我们喊一下哈，看看会不会出来水。然后这个水呢是非常奇特的，也就是说你的运气不好也不一定看得到，因为它出水呢大概率是每天出3次，早中晚各1次，但是时间呢不是很确定啊，只是大多数时候，如果说遇到冬天呢，有可能1天只出来1次，如果遇到夏天呢，有可能1天出来10次8次的。所以说呢要看到它呢其实还是全靠运气的。当然在夏季涨洪水的季节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据当地的村民讲啊，这一个洞穴里边冒水呢确实非常的奇特。曾经很多年前呢，有重庆的人上来看到这个奇观之后呢，就回去把自己祖先的墓挖出来，把这个骨灰拿过来，准备在这个水沉下去的时候呢，把这个骨灰丢进去，让它带到山里边去。但是他们准备好了来这里之后，等了3天3夜，竟然没有等到水冒出来。本来它是每天都要冒出来的，所以这就是大自然的奇特之处啊。这个呢是当地村民跟我讲的，所以还是非常的奇特，是吧，朋友们？朋友们，现在11点半了哈，已经在这里等了1个小时了，目前还没有听到有什么响动，继续等啊。过来呀，这个水什么时候来？小杨，问你话呢，这个水什么时候来？你回答呀！我靠，你这不说话的。小杨，这个水什么时候来？我问你啊，你跑啥呀跑？不要搞我的包啊！嘿，不要搞我的包！你咋这么讨厌人家？不要搞我的包！我问你那个水什么时候来？哎，你不要整我的包！哎，不能吃的，顽皮呢你这是。水没等来，这几个羊呢一直在这里守着，已经12点13了。哎，你要走哪里去？来了来了，朋友们，来了！听到声音没有？下面很大的声音。哇，终于点燃了！现在是12点半，听到没有？这个声音，给大家看头水啊！哇，这个声音太震撼了，听到没有？像打雷一样。哇，听到没有？好震撼这个声音。出来了！
哇，你们听，像地动山摇摇的，它这个水出来的时候，听到没有？特别神奇啊！来了来了，头水来了。它是从下方很远的地方，然后急剧的往上窜，所以说听到那种刚刚那种跑空气的声音，像炸裂一样，非常的震撼啊！水已经出来了，哇，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朋友们！看到没有，神奇吧？看看今天这个水有多大啊！上一次出来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挺大的这个水，流出来了，流出来了。今天这个水应该也不小啊。看一下，挺大的。挺大的，看到没有？这个水。好大的水，看到没有？特别是出水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就像那种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看一下这么大的水，朋友们，我在这里等了2个多小时，终于是等来了。本来是正打算要走的，所以说运气不错哈，也把这个好运送给大家哈。很多朋友呢，就在猜测这个水是怎么出来的。其实这个水呢，为什么不定时的出来哈？其实专家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有朋友猜测呢，说是这个山里面相当于有一个石门槛，那么类似于有阀门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它如果说这个水满过那个位置呢，就会触动阀门，然后呢这个水呢就上来了。那这个说法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这个整个山下边呢，下边也有好几处出水，只是这一处呢出的比较多，所以也有这种说法。但是这个东西呢，只是大家猜测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专家论。看看这个水大概出来了20多分钟，那么现在呢，已经没有了。看看，马上就从这里沉下去了啊！我就给大家看这个水沉下去的感觉，这个水呢，全部要沉到里面去。听到没有？已经有声音了，几下就回去了。到这里来看这个山涨水呢，需要走一段路啊。今天到这里来呢，真的是不虚此行啊！我的运气不错，朋友们，你们的运气也不错，把这种好彩头送给你们，祝你们今年都顺顺利利哈，发财发财！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德江县的楼房村。早就听说这里有一棵非常大的楠木树啊，被称为亚洲楠木王，至今呢已经有接近4000年了。今天来这里一睹尊容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巨大。走，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大家看它这个树根啊，看上去特别像石头，非常的坚硬无比。它的整个树根的盘踞在这个石堆里面，然后它整个树根盘旋的这个面积的话，差不多有320平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320平米有多大。然后它整个树的这个高度大概有43.5米啊，他们这个官方的一个数据。这个树围是有12米，可能要8、9个成年人呢才能围得起来。大家隔远的时候呢是感受不到这棵树有多大，但是当你走到这个树边上的时候，真的显得非常非常的巨大，这样子都能感受到，是吧？我在这里发现一个独特的一个视角，大家注意看这棵树，有没有感觉像一个怀抱式的形状啊？在这里就像这样张开的一个怀抱一样，上面是2个枝丫这样往那边抱的这种感觉比较奇特。2000多年了。10年多吧，3年3年。哇，就是要12年才抱得住哈。我看像那标的是12年。你们去哪儿聊？我们这里来。你们就当地的人。哦。他那边2个鸭子是哪个时候办的？你们就晓得。不能拿群专科有事情本身就行了，是最近根据讲你地产，他们开小伙子，人家2月19的小红毛村，小回要请刚刚才着火了，1月走了就断下来了。就刚好人一走，他才断下来。哦，就掉下来了，而且有好多人了，这个房子都在门那里了嘛。要人在这里的时候掉下来不得了。哦。他如果上面掉鸭子来些的话，有啷个可能会发生哪个事情呢？都没有嘛，我们那儿都没有。都没有摘过这个事情。一平安的嘛。都是保护你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茅台镇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因为茅台酒才知道茅台镇，但你们不知道，茅台镇啊，其实在上千年就已经非常出名了。据《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臣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王的宴席上啊，唐蒙第一次品尝到了赤水河流域的美酒，于是特献给汉武帝饮用。汉武帝饮用后呢，赞其甘美之。
这种后来成为皇帝贡酒的美酒啊，名为举酱，一个酱字啊，联系了上下2000多年。茅台古镇世代居住着普辽部落，最早的举酱呢，就是普辽人酿造的。在河东岸有一股纯净的泉水，普辽部落砌了一口四方形的水井，方便来往行人饮用，深得人心，人们便称此为四方井。普辽人在街后筑土台、立灯杆祭祀祖先，对先人开荒破土表示崇敬，又把四方井改名为茅台。元朝以后更名为茅台村。茅台镇由于水路畅通啊，市场繁荣，一度改名义商镇，又因地处仁爱要冲，是川盐入黔的水路终点站，同时又是陆运起点站。川盐入黔从元代忽必烈的时候就开始了，距今也有近800年的历史。清代乾隆10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仕奏准开凿赤水河道，川盐从此得以通过长江进入赤水河及其消盐区。清光绪3年，公元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了把贵州和云南的铜、铅、木材等运到北京，再把川盐呢运到贵州，奏请光绪帝批准再次动工治理赤水河。赤水河运输条件大为改善，每年由赤水河运到茅台的盐大约有600多万公斤。茅台镇在盐业的带动下日渐兴盛，四面八方商旅云集，运盐人夫、马帮、航船络绎不绝，百业兴旺。盐业与酒业空前发展，但鲜为人知的是，茅台镇的木商、药商也曾繁荣一时。商业发达使茅台镇的人口急剧增加，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消费市场。据说当时在茅台镇上每天进出的马匹就有上千匹之多。1935年，红军进入茅台，没有惊动当地的居民，就在街上呢席地而睡，秋毫无犯。因为酱酒当年的度数比较高嘛，军队恰好缺医少药，这个时候呢，酒就起到了很好的消炎解乏作用。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河的时候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支持渔船，有支持门板，有支持楼板的。很快呢，就协助红军顺利的在茅台搭建了3座浮桥，也很顺利的渡过了赤水河。100多年前，在美国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从一只土陶罐中溢出的茅台酒奇香扑鼻，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品酒师，茅台酒也赢得了当年的金奖。至此呢，中国悠久的酿酒历史和隐藏在群山峡谷中的茅台古镇开始为世人所知晓。今天的茅台镇更有着上千家酒厂，白酒企业百花齐放，保留茅台镇古朴风韵的同时呢，酱香白酒产业园区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昔日的茅台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座魅力无穷的酒镇。这里面呢，就是咱们的酒厂的酿造车间，非常大然后这边这种呢就叫做窖坑，那边呢在酿酒，这边呢在摊粮包括这个堆积发酵等等。然后酱酒呢，大家知道都是12987的工艺，它是1年的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它的生产周期呢就需要1年的时间。那么酱酒酿出来之后呢，它最少要存储3年以上呢，才能够出厂进行销售。最低的话，它也需要4年的一个时间。整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要经过无数次的这个工序，才能够看到我们的成品酒出来。所以说这个酱香白酒它又有酒中皇后的美誉。这里呢就是纯酒的酒库。其实在茅台镇呢，除了酿酒需要这个好的环境，纯酒呢也是需要在茅台镇更加的好，因为这边呢所有的地方都是这个酒厂。那么这个酒存到这个房间里呢，包括这些窗户都有打开的。为什么要打开呢？就是各种的这种微生物，大家都在这里存酒，都在这里酿酒，那么很多的微生物它就会飞进来，也会对咱们的纯酒有很多的好处。同样的存储你在这个地方存储1年呢，很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存储1年的酒呢，它是没有这边的这个品质好的。所以它不光是酿酒是天然的一个优势，纯酒呢也同样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松林镇新庄村的河坝组。这个地方呢
也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12户人家搬迁11户，也发过几次视频啊。而且现在呢有两户人家已经到这里来居住了啊，就是外地的朋友过来的啊，包括那个东北的那个大哥呢，也是在这个小组。这个地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环境好，然后清静，基本上是很少有人通过这条公路进这里面来啊。交通呢，我说过哈，公路是通到这里的，但是呢，购买生活物资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有交通工具，因为这个村里面的公交它是到不到这里啊。今天呢，我在最后跟大家拍一次这个视频，如果大家看得上的呢，就过来这边自己过来看一看，因为还有2、3户的这个木房子吧。虽然说有10几户吧，但是有些搬迁的人他的房子已经早就推掉了，是吧？保留好的呢，可能就还有2、3户的这个房子是空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村呢是在这个山上面下去，还要上一个山才到我们村里面。这里呢就是从我们村里面下来的公路啊。然后大家看看这个水啊，这些也非常好。然后这边呢是之前有人就是养羊的，做的这个羊圈哈。这边还有住有2户人家吧，但是房子都已经全部拆掉了，搬迁了。然后这边呢是一落的这个田下去。从这个位置一直下去呢，下面是有一条比较大的一个河流，这里走路下去呢可能是10分钟左右哈，所以喜欢到河边玩呢，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再镜头过来，一户，这里面有一户啊，这边有一户，这2户都是没人的，当然上面那里是有人的啊。这个下面呢是一个小河沟，是不是啊？东北的那个大哥呢是住在这个上面，这个房子是东北那个大哥住的。然后这条路一直上去，一直到山顶呢，过去呢就是那个芝麻镇了啊，就不是我们松林镇了。然后我们之前拍的那个就是房子上有文化2个字的那户房子呢，就在山顶啊，当然已经有人租了。目前呢就是这个河边这里还有2户的这个木房子是空的。那我觉得这2个位置呢还非常不错啊，正好呢靠这个小河沟呢也比较近。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小河沟呢，就是在这里的，这个水呢也是不小的啊。也有朋友跟我说，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养鱼嘛。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水呢是非常好非常清澈，也水质也挺好的啊。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大面积去改造农田来养鱼的话，现在是不行的哈。它那个农田什么的都有保护的，所以基本上是不让去把那个农田毁坏。1亩2亩地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太多的话基本上是不行的。还有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公路上，这边这个公路上都有这个路灯的，看到没有？太阳能路灯。如果说是在晚上的话，你出来散步的话，会特别的舒服啊！顺着这一条公路下来，在这个河边坐坐，然后吹吹河风，是不是啊？很爽的这个地方交通也算是挺方便的。往这个山上这边过去呢是芝麻镇啊，那到芝麻镇呢大概是20多公里、30公里左右。那从这条路过来呢，到我们新庄村，到我们松林镇这边呢，也是20多公里哈，所以到2边的路程都差不多。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要购买生活物资的话，你可以选择去这个芝麻镇，也可以选择来松林镇哈。这一户呢，就是最靠这个山脚的一户人家，他这边呢已经拆了一间，他应该是2兄弟，然后这边这一家呢搬迁到城里去了，是吧？然后所以拆了一边，这里呢剩2间。其实一般1个人、2个人住的话，这2间已经足够大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它这个坝子还比较大的，然后对面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下面就是水，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都能听得到水声。大家看看这个。它这个路边这里还有一个龙洞水，正好是在这个上面这一户人家的这个下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整体的风水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上面是那个位置也有1户的，对吧？那这2户都是空的，然后往上面走呢还有1户啊。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呢？他们这儿的人呢都是非常客气的，就是之前有2户人家过来住，人家都非常欢迎，是吧？然后比如说你想来住呢，主人家还要帮助你把里面的东西什么的，周围的这个环境啊什么整理一下，非常客气啊，他们也很欢迎啊。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特别喜欢亲近的朋友是适合这里的。再有一个呢，到这边的居住呢，最好是自己有这个交通工具。因为村里面的这种村公交它不会到这里来，假如说你让他到这里来接呢，离村里面有2-3公里的这个路程呢，他会收你很高的钱，对吧？本来我们从村里面到镇上好像是10块还是15块钱，我忘记了。但你让他单独跑这一段路的话，他一个车开过来单独跑这一段路的话，他肯定要收你20-30。实际上对他来说，就算收20-30也不是很划算的。所以呢。最好呢自己要有这个交通工具，咱们在购买生活物资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个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好了，这边的整体情况呢就跟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自己找过来就行了。这一次呢详细地址也跟大家说的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就是说我那个养羊的兄弟呢就在这一片山上面，他离这里非常近大家过来不熟悉呢，直接联系他就可以